大家好，这里是澳洲来信。一个人走了，一个时代又被翻了出来。几天之后，八宝山举行遗体告别，习近平带着现任常委出席，胡锦涛送了花圈。官方悼词按照中共的惯例，把他的头衔、履历、贡献一层一层摆出来，语气庄重，措辞谨慎。但真正值得看的，往往不是悼词里写了什么，而是很多中国人听到这个名字以后，脑子里重新想起了什么。有人想起下岗，有人想起分税制，有人想起入市，有人想起香港金融保卫战，也有人想起朱镕基在大会上那张绷着脸不鼓掌的照片。所以朱镕基的去世不只是一个前总理的离世，他在今天这个时间点变成了一面镜子，镜子里照出来的不只是朱镕基，也包括今天的中国经济，今天的权力结构，以及习近平时代最难回答的一个问题：为什么同样是中共体制，90年代可以往市场走，今天却一步一步往回收？我先说结论，朱镕基不是自由民主意义上的改革家，他不是体制外反对派，也不是要结束一党统治的人，他是非常典型的体制内技术官僚，强硬冷酷，讲效率，也认同党的基本权力结构。但他和今天最大的不同在于，他承认市场比官僚体系更会配置资源，他知道救国企、救财政、救金融体系如果不动刀，最后会把整个国家拖死。而习近平时代的问题恰恰相反，他把越来越多的资源、信用、机会和安全感重新收回到党和政府手里，结果是权力更集中，效率却更低，口号更宏大，信心却更弱。这就是朱镕基今天仍然刺痛很多人的地方。我们先从最有争议的地方讲起，国企改革一提朱镕基，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下岗。90年代后期，大批国企职工失去铁饭碗，不同口径数字略有差异，但规模肯定是千万级。很多家庭的人生就在那几年被彻底改写。东北尤其明显，过去一个厂就是一个小社会工作，住房、医院、学校、食堂、澡堂，甚至婚丧嫁娶都围着厂转。一个人进了厂，好像一辈子就有了着落，工资不高但稳定，日子不富。但可预期，突然之间厂不行了，人下岗了，中年男人找不到工作，家庭收入断掉，尊严也跟着断掉。很多人到现在提起那段经历，心里还是痛的。所以我不赞成把下岗轻飘飘说成一句阵痛。对具体家庭来说，那不是阵痛，那就是人生断裂。但我们也要问另一个问题，如果不改会怎样？80年代、90年代的很多国企，表面上养着工人，实际上已经失去创造财富的能力，企业亏损，银行贷款续命，地方政府兜底，财政再背锅。企业不是靠产品、成本、服务、技术活着，而是靠行政关系和银行输血活着。这套东西拖得越久，暴雷越大。经济学里有一个很关键的概念，叫预算软约束。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讲过，社会主义企业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知道自己亏了也不会真正死，企业不怕亏损就不会在意效率，银行知道政府会兜底就敢继续放钱，地方政府知道能找上级要政策就不愿意真正调整结构，最后形成的是政府、银行、企业三方合谋。听起来是不是很熟？今天的地方债、城投平台、烂尾项目、低效基建，很多逻辑其实并不新，只不过90年代的对象是国企，今天变成了地方政府平台和国有资本体系。朱镕基当年要处理的就是这种旧账，他抓大放小，重组国企，压缩亏损，处理银行坏账，推进商业银行改革。这些动作确实残酷，但他们也释放了劳动力、资本和市场空间，大量资源从低效部门里被挤出来，流向民营企业、外资企业、出口产业和城市服务业。很多下岗工人付出了代价，但也有更多体制外的人第一次获得了真正靠市场改变命运的机会。尤其是农村人，在计划经济时代，农民几乎是最被忽视的一群人。城市有粮票、单位、福利、住房，农村人长期被户籍制度锁在土地上。改革开放以后，农民可以进城打工，可以进工厂，可以做小生意，可以参与出口制造业。这不是谁赐给他们的恩典，而是市场打开以后，他们终于有了出售劳动、积累财富、改变身份的通道。这个通道对中国社会影响极大，一代农民工撑起了沿海制造业，
一代小老板撑起了民营经济，一代外贸工厂和城市服务业撑起了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的增长。所以评价朱镕基不能只看被砸掉的铁饭碗，也要看后来创造出来的几亿个饭碗。这不等于说他的改革没有问题，问题当然有，当年的社会保障不充分，地方执行粗暴，国有资产流失，权贵趁机低价吞掉好资产，工人承担了成本，干部和关系户拿走了收益，这些事情都存在，而且很不体面。但关键是，这些问题到底是市场化本身造成的，还是权力不受约束造成的？我认为主要是后者。如果有透明的产权改革，有真正的工会谈判，有独立司法，有地方预算公开，有对官员和国企管理层的追责，国企改革可以少很多黑箱和伤害。可在中共体制里，市场化往往只市场化普通人的风险，却不市场化权力阶层的责任。于是改革的好处被一些人先拿走，改革的疼痛被另一些人承担。这才是朱镕基遗产里最复杂的地方。它推动了市场，但没有推动足够的制度制衡。它压缩了旧体制，但旧体制里的权力网络又借改革重新分配利益。所以朱镕基不是圣人，但把今天中国经济的问题简单归咎于他当年改革太狠，也是不诚实的。再说第二个争议，分税制。很多人说1994年分税制改革把钱收到了中央，地方没钱了，只能卖地。于是后来有了土地财政、房地产泡沫和地方债危机。这个说法有一部分事实基础，但因果链条太粗糙。94年以前，中国实行财政包干，听上去地方比较有钱，中央比较弱，但实际运行中，地方普遍有强烈动机隐瞒收入，把钱留在预算外，或者藏在企业、基金、各种小金库里。中央财政能力下降，宏观调控能力很弱。一个现代国家，如果中央财政汲取能力过低，很多基本功能会出问题。国防、基础科研、跨区域基础设施、金融稳定、社会转移支付都需要中央财政。所以分税制的第一层目的是重建中央财政能力，第二层目的是改变地方政府激励。分税制以后，增值税、企业所得税等税种和经济增长挂钩，地方政府要想拿到更多绝对收入，就必须做大本地经济。于是招商引资、修路建园区、发展制造业、扩大城市规模，就成了地方官员的核心工作。这套机制确实制造了地方政府竞争，有些竞争很粗放、很浪费、很功利，但它也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推动了中国基础设施、工业园区和城市化快速扩张。如果没有这种地方竞争，中国不太可能在20年里建出那样规模的高速公路、港口、工业带和城市新区。土地财政是在这个背景下发展起来的。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以后，商品房市场打开，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出让获得资金，再用这些资金修基础设施，吸引企业，扩大就业，增加税源。这个循环在早期并不完全是坏事，问题出在后来。地方政府发现卖地太容易，银行发现房地产抵押最安全，开发商发现加杠杆最赚钱，居民发现房价永远涨，中央发现房地产可以拖增长，于是一个发展工具慢慢变成了增长毒品。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，中国推出大规模刺激，信贷急剧扩张，房地产和地方融资平台一起膨胀，土地财政从发展工具变成财政依赖，又从财政依赖变成债务陷阱。朱镕基2003年就退休了，把2008年以后杠杆狂飙、地方债失控、房地产泡沫膨胀全算到他头上，逻辑上站不住。当然，分税制确实留下了结构性问题，地方承担大量公共服务支出，但稳定税源不足，中央拿走更多财权，地方保留很多事权，土地出让金于是成了地方政府最方便的收入来源。这是制度设计里的隐患，但隐患不等于必然暴雷。一个制度有隐患，后来的领导人应该修补它，比如建立稳定的地方税体系，规范地方债，完善房产税，约束融资平台，降低土地依赖。可现实是，旧的土地财政被压住了，新的地方税源没有建立起来，房住不炒喊了很多年，房地产融资链条突然收紧，土地出让大幅下滑，地方财政马上塌了一块。与此同时，
地方还要保民生、保运转、还债、维稳，这种情况下，财政危机不是朱镕基一个人的历史遗产，而是后续政策长期不愿正视问题的结果。今天很多地方政府为什么难？不是因为94年分税制单独制造了一切，而是因为中国经济长期缺乏真正的财政透明、地方自治、税收责任和政治问责。地方官员只对上负责，不对本地纳税人负责。上级要增长，地方就借债搞增长；上级要去杠杆，地方又马上硬刹车，最后成本都落到普通人身上。所以说，到底分税制真正暴露的还是中共体制的老问题，权力可以调动资源，却不愿承担清晰责任。朱镕基的第三个遗产是金融和入市。90年代末，中国银行体系坏账严重，国有银行给国企放了太多政治贷款，很多贷款根本收不回来，如果不处理，金融体系可能被拖垮。朱镕基的做法很硬，成立资产管理公司，剥离不良资产，推进银行商业化，整顿金融秩序，压通胀，守住人民币汇率，还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稳定香港金融市场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对整个东亚都是大考，泰铢崩了，印尼、韩国、马来西亚都受到冲击。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，面临巨大的资本攻击和信心压力。北京当时选择守香港，守联系汇率，守金融中心地位，这和今天香港的处境形成非常强烈的对比。朱镕基时代的北京，至少在经济上明白，香港的价值在于规则、信用、开放和国际连接。香港不是普通城市，它是中国和世界之间的金融接口。而习近平时代的香港政治安全压倒了一切。国安法之后，香港的制度差异被大幅压缩，国际资本和专业人才重新评估风险。香港还在，但它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信心基础已经被削弱了。这不是一句口号能补回来的。金融市场最怕的不是波动，而是不知道规则什么时候变。香港过去的优势就是规则相对可预期，司法相对独立，信息相对开放。现在这些基础被政治安全逻辑覆盖，金融中心自然会受伤。朱镕基入世谈判的遗产也一样复杂。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，是中国经济史上的分水岭，外资进入，出口爆发，制造业升级，城市就业增加，外汇储备快速积累，很多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在那之后显著提高。从中国普通家庭角度看，入世带来了工作、收入、城市住房、消费升级和出国机会。从中共角度看，入世也带来了另一个结果，党国体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资源。西方当年有一种期待，认为中国融入全球贸易体系以后，市场经济会推动法治，中产阶级会推动政治开放，国际规则会约束中共行为。这套期待后来被证明过于乐观。中国确实变富了，但中共没有变成一个自由民主政体，相反，它利用全球市场积累资本、技术和产业能力，再把这些能力转化为更强的统治能力和国际影响力。今天美国、澳洲、欧洲、日本都在讨论供应链安全，讨论去风险，讨论关键矿产、芯片、港口、电信设备，背后都有这个历史教训。所以朱镕基推动中国入世，既改变了中国，也改变了世界。他让数亿中国人受益，也让中共获得了更大力量。他让全球消费者享受低价商品，也让西方产业空心化和战略依赖问题变得严重。他让中国更接近世界，也让世界更深地卷入中国问题。这就是历史的复杂性。评价朱镕基，不能只用好人坏人来分。他确实推动了改革开放时代最关键的一段经济转型，他也确实没有解决政治权力不受约束的问题，甚至可以说他强化中央财政和金融控制的很多工具，后来也被更集权的领导人继承和使用。强政府加市场开放，在朱镕基时代制造了增长，强政府加政治收紧，在习近平时代制造了窒息。同样的体制工具放在不同政治方向里，结果完全不同。朱镕基去世为什么让习近平难受？因为人们一谈朱镕基，就很容易谈到比较改革和倒退，比较开放和封闭，比较总理负责经济和总理变成执行秘书，比较技术官僚时代和个人权威时代。江泽民和朱镕基的关系当然也有权力斗争，也有矛盾，但总体上
姜在政治上掌权，朱在经济上有相当大空间。朱镕基可以骂人，可以拍桌子，可以推动得罪很多人的改革。胡锦涛和温家宝时期，虽然被很多人批评九龙治水，政令不出中南海，但总理仍然有一定政策角色。温家宝至少还会公开谈政治体制改革，谈公平正义，谈阳光财政。李克强时期，经济政策空间已经明显缩小。李克强讲市场，讲就业，讲地摊经济，讲6亿人月收入1000元，但这些话在整个权力结构里越来越轻。到李强时期，总理角色进一步弱化。国务院作为经济管理核心的传统，被党内各种委员会、领导小组和最高领导人的指示覆盖，这就是制度变化。以前中共体制内还有一些分工，党管方向，国务院管经济，地方管执行，技术官僚提供政策方案，虽然不民主，但至少有某种内部制衡和专业空间。现在越来越多事情都归于一个核心，经济、金融、科技、安全、外交、社会治理全部围绕最高权力重新组织。总理不再像总理，部委不再像专业部门，地方也不再像地方，大家都在等信号，等口径，等政治安全边界。市场最怕这个，企业家不是不怕风险，做企业本来就有风险。澳洲开个小生意也有租金、人工、税务、利率、合规压力，但正常市场里的风险大体上是商业风险，你可以计算，可以保险，可以合同约定，可以诉讼解决。中国今天让民营企业最不安的是政治风险，一个行业昨天还是国家鼓励，明天可能就被整顿；一个企业家昨天还是创新代表，明天可能就被约谈；一个平台昨天还是数字经济旗帜，明天可能就成了资本无序扩张；一个培训行业昨天还在招聘，明天就可以整体消失。这种环境下，谁还敢长期投资？所以今天中国经济的问题不只是房地产周期，也不只是人口老龄化，更不只是外部打压，根子在于市场主体对规则失去了信任。朱镕基时代的改革至少给了大家一个方向，资源从低效体制流向高效市场。习近平时代给出的方向恰恰相反，资源从市场重新回到体制，从民间重新回到党国，从开放重新回到安全。这就是为什么朱镕基的记忆会在今天形成政治压力。当然，官方不会这样讲，官方讣告会强调忠诚，强调贡献，强调他拥护党中央，他会把朱镕基放进一个安全的叙事里。他是党培养的干部，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人，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人物。这些话都不意外，但官方叙事里也有一些有意思的空白。比如朱镕基早年曾被打成右派，经历了长期政治挫折，这个经历对理解他很重要。一个经历过毛时代政治迫害的人，后来在体制内重新爬到最高层，他对政治运动、经济混乱、个人崇拜应该有比许多人更深的警惕。再比如1989年，他当时在上海，北京发生镇压以后，上海局势也很紧张，朱镕基公开强调上海不能乱，同时也承认学生的爱国热情，没有让上海出现北京那样的流血场面。这段经历在官方纪念里通常很难展开，因为它牵涉一个官方至今不愿面对的历史伤口。还有1999年中南海附近那场大规模请愿，朱镕基一开始采取的是接触和降温方式，后来江泽民选择了全面镇压路线。这个差异也很敏感，因为它会让人看到，同样在体制内面对社会紧张局势，不是只有高压一种选择。我在这里不想把朱镕基塑造成自由派英雄，他不是，他对政治自由没有真正制度化承诺，他的改革也服务于中共政权延续，他的很多做法强硬到近乎冷酷，但他身上有一种今天稀缺的东西，务实。什么叫务实？就是承认问题存在，承认旧办法不行，承认经济规律不能靠口号改变，承认国企亏损就是亏损，银行坏账就是坏账，地方财政问题就是财政问题，不能用宣传把数字讲好看。务实不是温和，朱镕基一点也不温和，他讲话很硬，政策也硬，他敢动利益，也敢承担骂名。但务实至少意味着政策要对现实负责。今天中国缺的正是这个，现在很多政策不再首先对现实负责，而是对政治叙事负责。
房地产不能说崩，只能说调整；消费不振不能说信心不足，只能说潜力巨大；民企不敢投资，不能说制度环境恶化，只能说要提振预期；青年失业压力大，统计口径可以调整，地方债越来越沉重，文件里继续强调风险总体可控。这种语言环境本身就在消耗治理能力。如果一个国家连问题都不能准确命名，它就很难真正解决问题。朱镕基当年有一句很有名的话，大意是准备100口棺材，99口给贪官，1口留给自己。这个话今天听起来当然有表演性，也有体制内清官叙事的味道，但它至少说明一个问题：当时的技术官僚还需要用反腐败、整顿秩序、提高效率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。今天反腐已经变成权力集中和政治整肃的常态工具，官员不一定更干净，但一定更害怕，害怕不等于负责。很多地方官现在最理性的选择不是创新，不是发展，而是不出事。不出事经济怎么会好？地方官不敢拍板，企业家不敢投资，年轻人不敢消费，中产不敢换房，外资不敢加码。每个人都在等更确定的信号，可信号越等越少，指令越来越多。这就是今天的中国经济困境，它不是没有资源，中国还有庞大产业链，有勤劳的人，有工程能力，有市场规模，有储蓄，有基础设施。问题是这些资源被越来越多政治红线捆住，被越来越多不确定性压住，被越来越多安全逻辑消耗。朱镕基时代的核心是把资源从旧体制里放出来，习近平时代的核心是把资源重新圈回权力安全里，这两条路方向完全相反。我们再看朱镕基和习近平之间一个很有象征意味的旧事。90年代初，习近平在福建福州任职时，推动建设长乐机场。这个项目当时被包装成100年大计，规模很大，雄心也很大。后来机场投入使用以后，长期亏损，审计发现问题严重。朱镕基在退休前安排审计，把它作为决策失误和国有资产流失的负面典型。这件事很有代表性，一边是地方领导人喜欢搞大项目，讲长远规划，讲100年大计，讲形象工程；另一边是朱镕基式的财政和审计逻辑，钱从哪里来，需求在哪里，亏损谁负责，项目是不是过度超前。今天回头看，这种冲突并没有消失，反而放大了。中国后来出现了无数放大版的长乐机场、空城新区、低效高铁站、过剩产业园、债务堆出来的城市地标、没有现金流的文旅项目，为了政绩硬上的基础设施。当然，基础设施本身不是坏事。澳洲人如果看中国的高铁和机场，也会承认中国工程能力很强，建设速度惊人。问题在于，基础设施最终要服务真实需求，而不是服务官员想象中的100年叙事。一个项目如果没有真实现金流，没有人口支撑，没有产业支撑，只靠政府信用和银行贷款堆起来，它不是发展，它是把未来财政收入提前烧掉。这也是今天地方债问题的本质，不是中国不会修路，也不是中国没有工程师，而是政治激励让太多项目脱离了经济常识。朱镕基至少代表一种反向力量，你要算账，习近平时代则更强调政治动员。你要服从战略，战略当然重要，国家不能没有长期规划，但长期规划必须接受事实检验。所谓100年大计，如果连前3年的客流、收入、债务成本都说不清，那就不是战略，而是自我感动。从我在澳洲生活和工作的经验看，一个成熟市场并不是没有低效，也不是政府永远聪明。澳洲政府也会浪费钱，也会有基建超支，也会有政策摇摆。但这里有一点很重要，预算审计、媒体、反对党、议会质询、司法程序会不断把问题拉回公共讨论。你搞错了，至少有人能问你亏钱了，至少账要拿出来。你拍脑袋决策，下一次选举可能付出代价。中国的问题是，很多重大决策没有真正的外部约束，成功是领导英明，失败是形势复杂。赚钱的时候讲制度优势，亏损的时候讲外部环境。项目上马时没人敢拦，债务暴雷时没人真正负责。这套机制不改变，再来一个朱镕基，也很难救中国经济。这就说到最后一个问题，今天中国还需要朱镕基吗？很多人怀念朱镕基，是因为他们怀念一种强力改革者。
好像只要再来一个敢骂人、敢拍桌子、敢动国企、敢清理债务的人，中国经济就能重新启动。我理解这种怀念，今天中国确实需要改革，需要重新保护民营企业，重新开放市场准入，重新稳定产权预期，重新处理地方债，重新建立地方税源，重新让劳动力、资本、土地、技术按照效率流动。说得更直接一点，中国需要把生产资料从低效的权力体系里释放出来。但问题是，今天的阻力比90年代更大。90年代改革虽然痛苦，但大方向是加入世界市场，外资愿意来，出口市场在扩张，人口红利还在，城市化刚开始，房地产还没有到极限，地方债还没有现在这么重，西方也愿意相信中国会继续开放。今天不一样，人口老龄化已经来了，房地产泡沫已经破了，地方债已经压顶，外部环境明显恶化，西方对中国的战略信任大幅下降，中国内部的民营企业信心也被过去10几年的政策反复打伤。更关键的是，权力结构更集中。朱镕基当年能够改革，是因为邓小平南巡之后，市场化方向还有最高政治背书。江泽民虽然有自己的权力盘算，但他在经济上给朱镕基留了空间。今天如果没有最高权力者真正承认路线错误，任何技术官僚都没有空间。你让一个总理去救经济，但同时要求他不能碰国进民退，不能碰政治安全，不能碰对民企的控制，不能碰地方债背后的权力责任，不能碰房地产既得利益，不能碰统计和舆论环境，那他能做什么？最多发文件、开座谈会，喊提振信心。信心不是喊出来的，信心来自规则稳定，来自产权安全，来自政策可预期，来自企业家不用担心一夜之间被政治风向打倒，来自普通人相信自己努力工作能改善生活，来自地方政府不再用土地和债务透支未来。这些东西都不是一个强人拍桌子能解决的。朱镕基的历史意义在于，他曾经在一个关键阶段把中国从旧计划经济的泥潭里往外拖了一把，但朱镕基的历史局限也在于，他没有也不可能解决中共体制里权力不受约束的问题。所以今天怀念朱镕基，不能只停留在怀念一个强势总理，更应该追问，为什么中国总是要等一个强人来纠偏？为什么制度不能自己纠错？为什么市场和社会不能通过正常机制表达压力？为什么政策失败不能被公开追责？为什么一个国家的经济信心要压在某个领导人的性格和胆量上？这才是朱镕基留给今天中国的真正问题。他去世以后，官方可以安排悼念仪式，可以发布讣告，可以控制媒体叙事，但他很难控制人们心里的比较。人们会想起那个虽然粗糙、痛苦、混乱，但仍然向外打开的年代。那时候很多人很穷，但相信明年可能更好。那时候体制仍然专制，但社会空间比今天宽。那时候腐败严重，但企业家敢赌未来。那时候中国和世界关系复杂，但总体方向是接轨。今天很多中国人并不是怀念苦日子，也不是忘了90年代的伤痛，他们怀念的是一种向上的可能性。这种可能性正是今天最稀缺的东西。所以朱镕基之死对习近平来说不是好消息，不是因为朱镕基本人还能在政治上挑战谁，他已经退休20多年，晚年极少公开露面。真正麻烦的是，他作为一个符号，会把改革开放时代重新带回公共记忆，而只要改革开放时代被重新讨论，习近平时代就不可避免地被拿来比较。比较之后，人们会发现，今天的问题不是中国人不努力，也不是中国没有条件，而是整个政策方向把活力锁住了。朱镕基当年再冷酷，至少是在拆旧笼子。今天的问题是新笼子越做越密，这就是他留下的遗产，也是在当下最刺痛权力的地方。一个前总理的告别，表面上是历史落幕，但对今天的中国来说，它更像一次提醒。真正能救经济的，不是悼念改革者，而是重新承认改革的方向。如果权力继续害怕市场，害怕民间，害怕开放，害怕真实讨论，那么再多口号也救不了信心。朱镕基的时代已经结束了，但评价他的时代最怕2种偷懒。一种偷懒是把90年代说成黄金时代，
好像只要回到当年，中国就能自动变好。这不对，90年代有大量不公，有粗暴执法，有权贵发财，有工人被抛下，也有很多普通人被迫在没有保护的市场里硬扛风险。那段历史不是温情滤镜，也不是怀旧短视频，另一种偷懒是把今天所有问题都推给当年的改革，好像下岗、分税制、住房商品化、入市埋下了今天一切灾难，这也不对。制度留下隐患，后人本来就有责任修补。一个国家不能用了改革的增长红利20年，等债务和泡沫出事了，又把责任全部推给已经退场的人。更诚实的说法应该是，朱镕基那一代人打开了市场的门，但没有打开政治问责的门。他们释放了经济活力，却没有建立足够可靠的制度边界。于是中国获得了高速增长，也保留了权力韧性。等到更集权的时代到来，市场可以被重新收紧，社会可以被重新压低，过去积累的财富和能力也可以被拿来服务更强的控制。所以今天真正该反思的，不只是朱镕基做对了什么，做错了什么，而是为什么中国的改革成果可以如此轻易的得而复失。如果产权保护只靠领导人开明，那它就不是真正的产权保护；如果市场信心只靠总理讲话，那它就不是真正的市场信心；如果开放路线只靠一代技术官僚推动，那它就不是真正稳固的国家方向。这也是很多中国人今天最无力的地方。他们曾经亲眼看过生活变好，也亲眼看着那种可能性被一点一点收回。人们不是不知道改革有代价，而是发现没有改革的代价更大。人们不是不知道开放会带来风险，而是发现封闭带来的窒息更可怕。但他提出的那道题还摆在中国面前，到底是让市场和社会重新活起来，还是让一切继续围着权力安全打转？这个答案决定的不是朱镕基的历史评价，而是中国接下来很多年的命运。这里是澳洲来信，谢谢观看，欢迎点赞、订阅、评论，咱们下期再见。